注意看，镜头中一脚爆头对手的选手就是日本的格斗暴君朝九玉桂，他的打法非常的凶狠，拳脚功夫经常能打得对手断肠碎骨，将对手打得半死不活也是常有的事。他9次来华，拿下了9战9胜的豪华战绩，对战的中国选手统统被他击败，无一例外，甚至还被日本的媒体称之为中国人的克星。此次他再次嚣张来华，并且还带着金腰带耀武扬威，扬言要拿下10连胜的战绩。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，我已经拿下了9连胜，接下来我会继续称霸中国拳坛，将中国废物统统踩在脚下。谁要是能打赢我，我就将这些年在中国的收入全部捐。天狂会下雨，打的就是你。此战号称日本杀手的朱帅霸气应战，冲上擂台重拳暴击，将对手的脑袋打得像拨浪鼓一样，打得他跪地求饶，大快人心。日本黄色小杂毛率先出场，身后还带着中国60公斤级的金腰带。中国的金腰带绝对不能留在日本人的手中，日本人杀手的朱帅今天就是来争夺金腰带的。两人棋逢对手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灰色短裤中国硬汉朱帅，黑色短裤日本人朝九玉桂。阶级的超级战，红方选手是来自辽宁创新的朱帅，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朝九玉桂。朱帅刚刚获得了这个第2届世界军拳奖的最佳 KO 奖。是。朝九玉桂在去年的年终盛典对上了王俊玉，那第4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，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，整整的休养了。日本选手上来展现的压迫力还是很强的，腿法上想重创朱帅，不过朱帅也是找机会进攻，不会让对手在场面上占据优势，重拳快速的砸击，不给日本人一点反应的时间，很快就邦两拳将对手击倒在地。场下的观众都激动了起来，要知道在60公斤级这个级别，这个日本人简直要称霸拳坛了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想必日本人现在也是蒙圈的状态，不知道怎么就被击倒读秒了。但是接下来的时间，朱帅也不会给对手机会。场超级战是，但是呢，这个强毒真的是振奋人心。哇！机会，选择拼拳是朱帅的机会。朝九玉桂如果选择步伐的变化的话，就比较难打；如果选择对攻的话，对朱帅比较有利。现在日本选手已经从刚才的状态中反应过来，他的恢复能力真是强悍。但是朱帅也进攻得更加积极。不过朱帅想将对手终结，想必也是要费一番苦功的。一方面是对手的实力确实很强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人的抗击打普遍都很强，对手还占据着身高臂展的优势。不过对手最出众的还是腿法上的打击，频繁的高扫想影响朱帅的状态，而朱帅在防守上做的也很到位，没有让日本人占到太多的便宜。随即更是重拳进攻，落点也是很准。他号称在街头200场不败，他是空手道的高手。对，空手道高手。其实他们本来是他们的道馆是小小破破旧旧的。那朝九玉桂在武林风一战成名之后啊，他们现在的这个道馆变成1000平方米的这种很大的道馆，然后学生好几百个人，常常呢这个里面塞不下，要到外面空地去练。好，惊涛骇浪之中，还有10秒。朝九玉桂撑过了第1回合，但是呢，这个很快第2回合的时间开始，双方上回合的节奏很快，朱帅更是有着将对手读秒一次的优势。第2回合是朱帅发力的关键，对方开始着急，毕竟他现在落于下风，赛前还非常猖狂的要拿下10连胜的战绩呢，所以现在进攻也是相当积极，想在场面上占据优势。朱帅一定要加油啊，争取全方位的压制对手，将属于中国的金腰带抢回来，不能让对手带回日本，而是整体团队战斗艺术比较漂亮。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，我也是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。之前的话，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，怎么样防？现在不是这样，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，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。其
其实张涛啊，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。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桂，就是因为朝九玉桂节奏很快，会把中方选手带乱。再来呢，朝九脚步快，这个中方这回合也进行一半的时间，也能看出来对手在腿法上的优势很明显。之前很多的比赛中，日本选手都是通过腿法一脚爆头，但他现在跟朱帅拼拳就没有优势了。为了对战这个对华不败的日本人，朱帅私底下进行大量的备战，对手的腿法基本都被朱帅破解。这就是朱帅的实力。日本选手场面上打得很主动，像个战斗机器一样不停歇的进攻，而朱帅则是看准了再出拳出腿，出其不意的重拳让对手很难受。在山上打坐之外呢，他们回家要在浴缸里面潜水闭气，然后还要做这个强烈的冲刺跑来练他无氧的能力。所以现在能够顶住这个朱帅的攻击。再来，朱帅现在仍然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。然后注意啊，我们的朝九玉桂会左右换架，而且呢，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3日月簇 KO 了日本选手，所以他们就比较。朱帅表现非常亮眼，这回合即将结束，双方打得有来有回的。不过朱帅在防守上做的严防死守，没有给日本人太多命中自己的机会。而这时候日本人的体能也似乎出现了问题，这一点也是比较危险的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其实我觉得朝九玉桂的这个战术就是选择对拼，就不像以前的朝九玉桂了，就感觉了，就是1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。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上的感觉的。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赛，那他老爸是担心我们年终盛典会影响到这个，万一受伤会影响，所以最后一回合的时间，对手上来就是凶狠的拳脚结合。前2回合对手的战术有问题，不自量力的跟朱帅拼拳，不仅没有占到什么便宜，更重要的还是被消耗很多状态。日本选手也在拼尽全力进攻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。前面2回合都被朱帅压制，现在没有任何的保留，发誓一定要压制朱帅。朱帅可一定要做好防守，只要不让对手拿到优势，那赢下比赛的胜率非常大。朝九玉桂大爆发了，朱刀小心，先来守住最后一刀，又一个跳膝。哇！陷入苦战，没想到呢，这个朝九玉桂第3回合大爆发。对。好，不要把背转向对手。是啊，这个是朝九玉桂的抢背的技巧，是朝九抢到你的背后了。再来，接腿。好。果然是最后一回合的较量，现在比赛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，对手组合拳夸夸夸的砸击，他是奔着 KO 朱帅去的。好在朱帅双手严防死守，对头部的防守尤其严谨。最后一回合，对手的腿法也有了效果。这时候还是很担心朱帅的体能，前面的时间冲得比较猛，现在体能并不充足，但是对手现在还是保持着高强度的输出，这也得益于对手在之前的训练中都是无氧的训练。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，他相当的强调，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，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。跟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，相当的这个深奥。哇，今天朝九玉桂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，从第1回合喊到第3回合。对。现在朱帅卯足了全力，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？最后半分钟的时间，朱帅最后一回合主要就是防守，不让对手轻易命中自己。所以，即便对手进攻非常凶狠，但他现在还是处在下风。朱帅离胜利不远了，不过越是最后的时间，越要做好防守，不能因为有一点的松懈就被对手抓住机会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来，还有10秒。对，朝九的拳法比较粗，但是呢，他拳里面夹着膝法，不好对付。哇！最终当然是中国选手朱帅赢下比赛，以点数优势获胜。即便没有将对手终结，但场面也是很解气。大家觉得朱帅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双方近距离拼拳，其实这个给你跳膝太狠了。双方都拼了，
哇！